读懂你关系中每一个细微的启示。只要有了关系，它一定是宝贵的。称作失败的、受害的、感到羞愧的经验，在那里充满了对精神的滋养，像一些酵母，对你唤醒你本性中的智慧起到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任何被你亲自经历过的关系深处，都有一个进入心灵家园的窗口，一条奥秘的通道。它是纵向的，在横向的世界里，你找不到这把钥匙。你想求大师，寻找启示者、大仙儿，都不如你自己更清楚。因为这把开启秘密通道的钥匙，在我们来到三维关系之前，宇宙已经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金钥匙，但是密码不同。因为我们进入万事万物万象世界所选择的要体验的身份不同，我们有不同的眼睛，有不同的指纹。大自然已经用这样的外象揭示给我们这个秘密。好玩吧？奇妙吧？关系是一起密码的工具，是戏码。为此，你需要一起和你打乒乓球的对手，但你的体验是你的视角的结果，别人的体验不属于你。别人是以另一个视角遵循他的体验与你发生关系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视角，视角是主观的，视角不是你的体验，它是你的一个选择。拓宽你的视角，然后体验到升华，因为你无法去客观的去经验而不进入主观体验。你的体验是你的视角的结果，别人的体验不属于你，别人是以另一个视角去体验，他的选择与你无关。表象是一个认知，认知决定了你的视角，视角是主观的，视角不是他的体验，视角是你的一个选择。在你的角色中提升、拓宽你的视角，然后再体验、再升华。因为你无法去客观一个经验而不进入主观体验。要穿越苦难，不进入苦难的人是鹦鹉学舌，引用佛经的人不等于是佛。要对所有的体验打开你的心智，才可以为扩展你的视角提供应有的机会。我们一起设想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彩的人生。于是我们相约，我们来到三维世界。我们的生命呈现给我们的像，是我们的心力之笔在生命的蓝图上一笔一笔，一块颜色又一块颜色呈现出的我们心中的状态。人们往往会抓住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及自己的受害故事，把它贴上很多标签，不断地谈论。但是一旦你超越了这些，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所有你的、别人的、他们的、我们的故事，都属于人类，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他们终究会汇入江河，流入大海。如果你不断地在你的小溪中吞流你的水，你的水早晚有一天会腐烂变臭。所以打开你心灵的闸门，把你的故事释放出去。生命就是这样经流我们，让我们体验，使我们有一个存在感觉。生命就是礼物，你让别人体验到的，其实就是你自己体验到的。
你想让别人懂的东西，你自己要先懂。你抑制别人的，其实你抑制的还是你自己。你不曾付出的东西，你也不会拥有。你没有付出的体验，你能拥有吗？难道你能通过一本书来解决你一生所有的经验吗？不，那是别人的经验，那是社会的，那是历史的，那不是你自己的。你要活出你自己的经验，你要付出你自己的经验，让你感觉到你的存在，让你感觉到你的创造力。无论你希望什么样的关系，你都要先行付出。你希望爱，你就先付出爱，但是这份爱绝不是为了交换另一份爱。爱与生意是没有关系的，你付出的爱，它将转化成为一个存在。你付出的所有，最终收获的人还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重视你的关系，关系是你的镜子，你可以通过关系看到与你发生关系的人，在他的最深处和你是一体的，和你是同样的。他们也会衰老，他们也会死去，他们和你一样，呱呱在从母体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哭声是一样的，你们想的是一样的，你们想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们想要的是房子，你们想要的是车、财富、美好的关系，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些都非常的正常。是的，宇宙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发现，就是也可能你是一个坐在一个装满钱、财富、美好关系的盒子上的人，但是你却认为你是匮乏的。是的，当你有匮乏的心情的时候，当你想到不会有人爱我，不会有人关心我，我是如此的无名小辈，我多么想像一个某某某某人那样，在光环里像他一样有名，像他一样美丽。但是你就是像他一样有名，就是像他一样美丽，你就是像他一样富有、健康。世间的所有的好事都属于你，关键是你相信不相信，你愿意不愿意。当你看到一个你非常爱慕的人，你会想什么？你可能会想，可能这个关系不属于我，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是因为你在想他连看我都不看我一眼的时候，你没有把生命的原动力用到你的愿望上，你的怕，你的怀疑，造成了你生命今天的状况。当人们拥有他们所有想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问问他，是什么使他有那样的勇气和那个勇往直前去得到那个东西的力量。他一定会告诉你，我跟着我的直觉。这些人为什么丰盛？因为他们的心是丰盛的，他们的心是丰盛的。那种丰盛是什么？那种丰盛是当他在大热天里吃了一个冰激凌，他已经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满足的那个人。当他看到别人在恋爱中那种喜悦，他满心的为他们祝福，他的心是充满爱的。那么当他在扭头走到他的街头的拐角上，突然那份爱情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会砸到他的头上。现在有很多人在谈宇宙的吸引力法则，是的，没错，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复印机也好，或者有的人
说给它起了很多名字，叠加也好。宇宙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但是这块巨大的磁铁，它的向度是你的心。那么有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技巧太棒了，它可以让我又有关系，又有健康，又有财富。你试过吗？你试试过吗？有一个条件，高维试验条件是什么？是真善美。当你把它当做一个技术，当做一个技巧的时候，你的心向宇宙发出的嘣嘣嘣是什么？你自己也知道。你向宇宙发出的信息是匮乏，你以为你可以用三维的手段得到高维的支持。是的，我们可以瞒过很多人，甚至于最爱你的人，但是你瞒不过精神，你瞒不过宇宙。精神也就是我们说的良心这个东西，良知这个东西，良知里面是智慧。你的智慧，它将要带领你去的地方，并不是有更多的车、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关系、更多。它所要让你拥有的是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自由度。它所要带你去的是更大的、更精彩的人生。它想让你分享的是更大的爱。那个爱是一种巨大的慰藉，是在你给的时候，你突然触及到的那个法喜。是一个人在街上拉二胡，滋滋扭扭，听起来好伤心呐。但是如果10个人一起拉提琴，如果整个一个交响乐团都在庆贺生命的精彩，都在庆贺我们是从天而降的天使，我们在一起如约而至，我们在投影园里已经约好了要来实现这场史诗般一样美丽的生命之交响乐。我在40年前就开始绘画，我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灵感、以直觉为主导。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艺术的向度上有一个转变。那个时候我在西藏，当我们去到珠峰的时候，我的高反非常厉害，整夜的不睡觉，4点爬起来，我们一起等待着珠峰出现在阳光里。我们已经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疲倦，处在严重的高反中。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当我看着珠峰上面戴了一个大帽子一样那样的乌云，我们在等。突然我发现我的眼前有一片一片的雪花，那些雪花很大，有巴掌这么大，一片一片的落下来，完美之极的对称，一片一片落下来。当时我有一个细细的耳语在我的大脑后面说，这个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看到雪花化掉了，雪花化成一片雪，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是一体的。当我们化为一体，是一片雪。当我们微观的进入看雪花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完美，然后在那种大脑缺氧的状态下，我忽然又看到那些雪花一层一层的重新飘上去，每一片雪花又变成了它自己带有个性的美丽的，从一体分散合聚。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在风中，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中，我们体验着我们是谁，我们交换着角色，我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其实最高最终的源头，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不能执着在一个中间的层次。当我在体验一个亿万富翁的时候，我永远要在这个角色里，这就是执着。这个亿万富翁，当他像雪花一样回到他的高维的时候，他的下一个体验一定会是要体验另外一个角色，也可能是他梦想的艺术家、音乐家，都可以。